大家好，今天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今天要来帮大家体验的车款呢，就是我眼前这一台非常漂亮的 KTM 1290 Super Duke R。好，那首先呢就外观造型部分来看，这辆车呢它是在2020年推出一个小改版的外形式样。不过，就算放到现在2024年，你来看这台车，你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帅，非常的前卫。尤其是它在这个侧罩这一边啊，这个造型往前拉的设计呢，这个闪电状的设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再搭配上这边有一个大大的 R 的这个贴纸，整个造型的呼应跟它的整个外观彩绘的设计上面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而且呢，它的油箱啊，非常的高耸。那再搭配上它的这个后坐垫的设计呢，整个造型感受上面来讲，你会发现这台车从侧面这样子看上去啊，它的整个造型是非常紧凑，而且呢，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就算你把它摆在家里面当艺术品来看啊，它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规格的部分，其实我不大想多说什么规格，因为这辆车基本上啊，能给你的它大概都给你了，像是WP 的全可调的前叉，还有就是 Brembo 的对式辐射卡钳、钢管车架跟1300cc 的 V 型双缸引擎，全部都是标准配备，并且呢，这辆车它同时还选配了一个科技包的套件。那目前这台车它的干燥重量是189公斤，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然后你按一下这个锁匙，它这边就会秀出这个 Ready to Race， 然后仪表板跑一圈，然后秀出它现在的状态页面来。那在开始介绍仪表板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它的整个把手控项好了。首先呢，它在右边这边的总动它采用是 Brembo 的直推总动。那在左边这边呢，则是 M 牌的油压离合器。那接着呢，在右边这边则是有这个整合式的熄火开关，然后呢，还有一个锁匙的这个符号呢，就是 Keyless 的这个电门开关。上面呢，则是有这个驻车灯的设计。那在前面这边还有一个C1 C2， 它是一个模式的拨钮，你可以去选择你的自定义模式，在这边做一个储存，算是一个快捷键。然后在左边把手空间这边，上面它有定速的设计，然后定速的左边是一个返回键。再来呢，下面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5项键。这个5项键呢，它除了是选单的设定之外呢，你要调整什么动力模式，也都是要靠这个5项键进去里面调整。底下呢，则是方向灯还有喇叭。那在底下这边有个加号，跟前面有个减号的东西呢，它就是调整你这个 NTC 的这个循迹的段数，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定速的加减啊，都是靠这个按钮来控制的。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仪表板的部分。这一组仪表板它的整个资讯啊，显示是非常丰富的。你只要把这个5项键啊往上推一下，它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里程相关的资讯。好，接着呢，我们进到它的这个选单里面。首先，在这个 Trip 跟 Data 里面呢，它就是可以设计它的一些里程数的资讯，你也可以在这边做归零，然后做油耗的测试。Ride Mode 里面它就是有雨天、街道跟运动。那上面这个 Performance 跟这个 Track 模式呢，则是你要去买它的这个软体包，你才可以打开的一个选配的模式。当今天呢，你有选配这个科技包，你进入这个 Track 模式之后呢，好，这边呢有没有看到？这边第一个就是油门的反应，还有就是孤轮，还有就是 Launch Control， 就弹射起步。你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选择，比如说第一个油门的反应，你可以选择你是要 Track、Sport 还是 Street 的这个油门反应，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客制化的油门反应。那接着在这边呢，则是你的防孤轮要不要开启，也就是说你选配这个科技包之后啊，你是可以把这个安全机制给关闭，然后让你的车可以孤轮的。那接着就是 Launch Control， 就是弹射起步的模式。那这辆车呢，因为它还是新车，所以说有一些功能，像是弹射起步这边会写个 NA， 代表它目前还不可使用。然后在 Motorcycle 里面，它有一个 NTC 的选项，然后呢，还有这个 ABS Mode， 你可以去选择你要一般的道路模式啊，还是你要关闭后轮的 Super Moto。那快排的设计也在这边做一个开启跟关闭。好了，那么在我们正式开始上路之前呢，我先来做一个取价车。那首先在取车的部分。这辆车呢，它的整个干燥重量啊是189公斤，那车辆的失重大概就是落在200多公斤。牵车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整个负担是不大的。好，那我们现在跨上车呢，我身高是172公分，体重大概100公斤。很令人意外的就是这辆车啊，我的2只脚呢是要垫着的，所以今天骑的时候停红绿灯啊，我大概都是会放单脚，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因为这辆车如果我放双脚的话，我是觉得它车子是蛮高的，它避震器基本上没有什么下差，避震器非常的硬朗，所以说跨上去之后啊，就像我这么胖，我背后还背一个摄影包，体重大概110公斤，我觉得我的体重呢没办法把这台车往下压下去，它的整个悬吊的反应啊是相当硬的。好，那接着呢，
我们来打开电门，这辆车它配备 keyless， 所以说这个锁的按钮按一下呢，它的电门就会打开了，而且它感应是还蛮精准的。那如果说你的这个 keyless 没电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这辆车它在右前的这个侧板这边呢，它有一个感应的符号，如果钥匙没电，就是放在那边进程感应，它就可以启动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辆车它的一个 Track Mode 跟 Performance Mode 里面它的这个电控的感觉啊。那首先我们把油门的反应调到 Track 模式，然后防止孤轮打开。那 Launch Control 现在还不能用，好，我们就先退回去。那这辆车呢，我们就是先用1档起步看看。好，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辆车啊？你在打开这个防止孤轮的系统之后啊，它依然是允许你孤轮的，只是车子在翘起来之前，它会把你压下去。但是你的前轮其实已经离地了，再一次哦。这一次它就有压住了，但是如果你像刚刚这样子油门给的比较急的话呢，它的前轮就会直接离地了。如果说你没开这个东西的话，你刚刚应该已经盖棉被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试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把这个 NTC， 它是允许你用这个加减键，在 Track 模式跟 Performance 模式，它都允许你用这个东西呢去调整它的段数。它一共9段可以调，那9是介入最多，然后6是比较少，然后1是最少，反正它就是有9段让你玩啦。那我现在把它调到5试试看。那我们是要进到这个碎石地，我滑看好了。哦，有了，哇，有了。它的屁股很明显就摆出去了。等一下，我把这个段数给加多一点，我把它加到第6段。好，我们再进到这个碎石路，我试试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车尾的摆动，有没有？它车尾在摆的时候，它就允许你这样滑一下。哇，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玩呢。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次。它屁股是很明显会摆出来的，可是它摆了之后，车子是会拉一下的。好，那我把这个加到介入最多的第9段，我们来试试看，在这里面一样这样灌会怎么样？哦，有了，你稍微一给油，它马上循迹就进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就车子会一直摆，然后但是电脑会一直拉住。好，那现在呢，我们马上进入上路骑乘的部分。这一颗 V 型双缸啊，在胯下鼓动的感觉非常的有个性。你骑乘起来呢，整台车它给你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引擎非常澎湃的在运转着。那你的耳朵呢，也可以听到这个引擎，就算是在市区这样子50几公里慢慢骑，它依然是发出一个很浑厚的声浪。然后这辆车呢，它因为是搭载这个油压式的离合器，所以说你在整个离合器的操控上面来讲啊，它其实是算很轻松的。然后它的这个油压式离合器，它这一颗总泵给我的手感呢，它是比较 Q 弹的。在诸多电控配备的帮忙之下呢，你很难想象你现在胯下骑的是一台马力超过180匹、扭力也超过14公斤米的一个公升级大街车，而且还是运动街车。那整辆车它在整个骑乘起来的感觉啊，在市区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负担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把手的宽度啊，就是相当的街车。然后呢，它的整台车虽然说在前面这边的侧照这边看起来非常的硕大，但是因为它是重置 V 双引擎的关系嘛，所以它的其实引擎的宽度啊，并没有到非常的宽。所以说脚夹的位置其实是还算亲切，那你的置脚线还算亲切，只是它的坐高不算亲切，所以说放脚的时候，停红绿灯放脚就是放单脚会比较好一点点。好，现在呢，我们进入到山路的体验骑乘部分。那我刚刚呢已经把车辆的动态模式转到 Sport 模式来了，我们来骑看这辆1290在山路上的动态表现怎么样。哇哦，整台车的操控啊非常的灵活，而且放进弯的感觉啊是非常快的。而且这台车上面配的轮胎呢还是普利司通的 S22，不是最新的 S23。感觉我在给油门的时候啊，电控我在帮我拉，因为车子感觉是想要冲的。
整个动力的输出啊是非常不客气的。就在这种小山路骑啊，整台车它的灵活性还是相当够，只是因为它轴距真的比较长一点，所以说在带的时候啊，它还是没有办法像轻档车这么的刁钻，但是灵活度我觉得是有做出来的。然后在 Track 模式之下呢，油门开下去啊，真的都是有点怕怕的，因为它扭力真的超级强的。它在低转速的时候呢，车子你会觉得骑起来有点笨笨的，可是转速拉上来之后呢，大概过了5000转之后，整台车它的脾气就出来了。哇哦！好，现在呢，我们来下山。我把动力模式调回 Sport 的模式了，因为我觉得 Track 模式啊，动力在这边骑有点太热血了一点。Sport 模式其实我觉得就相当的够用了，它整个输出啊就已经非常的照进了。整台车它的这个设定啊，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全蓝的新手，你可能会相当的不习惯，因为这台车它的整个输出啊是非常硬派的，跟其他厂家他们的这些新世代的车款不大一样，就是许多新世代车款会尽量做到让新手啊也可以很轻松的上手，但是 KTM 它在这辆车的 Sport 模式下，它根本没有要跟你好上手这件事情，它的整个输出啊依然是相当的凶悍。虽然我听说这个状态啊已经是 KTM 尽量的妥协，把它调得舒服一点的状态，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骑车起来，它的整个油门的脾气啊，依然是相当的猛爆啊！这个段直线我们加速，哇哦！整台车的力道啊，你出弯如果给油的时候手没抓好，真的是会被车子给甩下车的。现在的感觉啊，就是油门给下去啊，就是车子一直拉着你跑。但是这种感觉是你会一边害怕，但是一边又很享受，因为它给你的这个感官刺激啊，相当的鲜明啊，就是整台车它就是告诉你说，我虽然有电控在帮忙你，但是你还是要有技术才可以好好的骑乘我。也就是说，这辆车它的整个可玩性啊，会是跟你的技术是成一个正比的。就是当今天你对车辆的操控越来越熟悉，然后你自己的骑乘技术越来越提升的时候，对于这辆车的整个骑乘啊，还有就是信心度，就会逐渐的提升。那你在骑乘这台车的时候，在应对它这样的动力的时候呢，你自己啊才比较会有把握可以去操控它。我觉得这台车给你的感觉就是，假设啊，今天你是一个有丰富骑乘经验的骑士的时候呢，这辆车会让你玩得非常的开心。它的整个输出的感觉啊，是非常驾驶人技术为导向的，而且也很有过往的一些脾气不好的车款他们特有的一些调性，就是说，你骑这台车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会有压力，那虽然有时候呢，对它的这个动力的掌控啊，是需要多花一点精神，但是呢，一旦你驯服它之后啊，你会很有成就感。好，现在呢，我们准备进入到快速道路的体验。啊，现在我的档位是在3档、4档、5档。我们先用100公里巡航看看。我发现，在100公里巡航的时候，它用6档好像转速有点太低，车子在给油门的时候会抖。所以我大概100公里的时候，好像用4档、5档会比较刚刚好。
车子才比较不会抖。然后呢，这辆车因为它是一台纯种的街车，再加上它整个坐姿的设定还是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现在整个人一直在疯狂的撞风，完全没有那个挡风的感觉，上半身的风压感是非常明显的。好了，现在我们到61的尾巴，这边比较空旷，没有车，我把定速定到比较低，定到80公里。然后我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样子在高架上面的表现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风压非常的大，打在身体上的这个感觉是相当明显的。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它的整个加速力道也非常的强，它在整个中后段的延伸就算你的时速破100，它的整个延伸的推力还是一直源源不绝的一直给你。所以说你在骑乘这个像西滨这种高架的道路如果风比较大的时候，说真的，你骑越快真的是越不舒服。所以像我自己讲，我觉得这辆车如果是我来骑的话，可能我会把它定速定在80、90，就差不多了。好了，刚刚骑乘过后呢，车子的这个散热风扇已经开始转了。1290呢，它只有在车辆左侧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散热风扇，在右侧是没有的。那现在风扇吹出来的这个热风其实它虽然有摆一个角度，但是它其实还是会吹到骑士的脚。所以刚在等红绿灯它在吹的时候，其实这个风是非常的明显的。然后再加上它整个 B 双引擎它本身的热度运动化骑乘之后，其实基本上你就算蹲在这边，大概离车大概30公分的距离吧，你都还可以感觉到好像有一阵热风徐徐的吹来。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辆车今天一整天相处下来我的一个感受。首先呢，这台车我自己是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个否新手的车子。骑完这台车，我并不会跟大家讲说这台车是一个新手友善然后你骑完轻档车就直接来跳这台车，也不会有压力。这台车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也不会讲它是这样的一台车，因为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呢，根本是对不起这台1290。这台车，当你今天第一次跨上它，你就会发现它的坐高、它的悬吊、它的一切呢，都是没有在做太多妥协的。那实际上路骑乘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这辆车它的电控虽然一样是给的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它的电控是相当以驾驶人为导向的。你要怎么灌，你要怎么骑是随便你，反正到最后快失控的时候，它会出来记录就对了。也因此，这辆车它的整个可玩性是相当大的。对于一个新手的骑士来讲，这样的一个设定，你可能会觉得它太过激进了。你没有骑过任何这种大扭力的车子的话呢，车子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你是会吓到的。1290呢，它作为 Duke 系列的旗舰机种它所有的设定并没有像这个什么新手友善来去妥协，它也没有为了要讨好更多的族群的客群然后去做很多的这种修饰化、柔润化。你在某些状态下，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这辆车它的野性，而且呢，骑乘它呢，你会肾上腺素喷发，然后你在油门转下去的时候呢，它给你的感觉就是你那种既期待，但是又会害怕它动力过猛的那种感受。可以骑到这台车，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对于这辆车呢，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想办法借到这台车，然后租到这台车骑骑看，因为它真的不是一台规格表车，就是它所有的一切的数据不管怎么写，真正骑到这台车，你还是可以发现它的一个脾气。有些东西是规格表写不出来的，不管是它的整台车的鼓动感受，整台车骑乘起来的回馈，还是它的油门的反应，这些呢都是规格表上面写不出来，而且你用数据看也不大能看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这辆车其实有很多缺点。对于我来讲，对于这辆车的定位来讲，它根本不是什么缺点。你说这辆车它的坐高很高，然后悬吊比较硬，这些其实对它来讲是个赞美，不是一个缺点。那你说这辆车呢，它骑起来比较烫，然后它整个引擎的热度很高，对于这个级距的车来讲，它好像也不是什么缺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今天一整天的骑乘下来呢，我觉得真的你要我硬挑的话，这辆车它的缺点就是它在这个选单页面里面如果你有选配科技包，那你今天进到 Track 模式或 Performance 模式的时候，你要把它跳出来，然后换到一般的标准模式的时候呢，它的程序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你要这样子进去，然后假设我今天好 Ride Mode， 我现在进去，我现在选个 Track 模式好了。好，那今天呢，如果说我要把它退出去呢，我要把它先
假设我在这个主页面啊，我要退出去，我可能要先进到第一页，好，然后再进到这个 Track 第2页，然后再按到这个最底下这个选单，然后我还要先收油门，再按下它，然后我才可以跳回一般的 Street 啊或者 Sport 的模式。所以它的这个模式的切换啊，你调 Sport 模式，它还会跟你讲说你油门要先关掉，然后才能跳模式。它的这个模式上的切换，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对于你在动态上面骑乘，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要随时去调整模式的时候，它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会稍微麻烦一点点。除此之外呢，这辆车你其他要挑的缺点，转动油门之后对你来讲应该都不会算是缺点的。整台车的这个鼓动感，整台车它给你的这个热血的感受啊，还有这辆车它所需要的这个技术力，跟你可以用你的骑乘技术去克服它的这种成就感，你会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知道你在跟它多相处个几天，也许你有机会把它骑得更好。它这辆车呢，你买回去啊，它是一个我觉得可以陪你很久的车子，但是换个面向来讲，如果你不适合这辆车调性，或是你受不了它的脾气的话，你也可能很快把它脱手。但是如果你很喜欢去驯服一台车的话，那这台1290呢，绝对可以让你玩很久。因为是你把这个科技包选配上去，把它电控解锁之后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面向啊，不同的野性，可以让你去慢慢的发挥，慢慢去发掘。好了，那今天的一整天激情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他好好的相处一整天，然后发掘他的各项的感受，然后去体验这些我在规格表上面看不到的东西。能够骑到这台车啊，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谢谢今天安东让我来出借这台车来体验一整天。那喜欢这台车的人呢，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去骑骑看它。那对于这台车有任何疑问啊，或是你觉得它规格表上面有什么东西，你觉得看起来有疑虑的，我也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这台车，因为它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你要骑过之后才会明白的。好，那今天呢，真的很开心，可以借到这台车，可以骑到这台车。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我小时候梦想骑到的车子，又被我成真一台了。OK，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